旅途的第35天，我们从贵阳坐了5个小时的高铁，第一次来到了美食之都广州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在广州这2天租到的房间，一个晚上是360块人民币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然后离开地铁站相当的远啊，大概有600米，有电视机，有洗衣机，甚至还有一个洗碗机。这以前不懂是不是人家的住家还是租出去的吧？因为西门的电子炉西门的洗碗机，西门的这个什么微波炉，机器也是西门的嘞，哇哦，全套西门呢？哇，唯有这个冰箱是海尔，但是冰箱的开关不知道在哪里了。好啦，今天我们连午餐、早餐都没有吃到，现在要出去找東西吃啦。終於咧係嚟到一個聽得明本地話嘅地方。而家我哋行去北京路，呢度嘅天氣咧就真係同貴陽同埋昆明比真係爭好遠啊！大佬，好悶焗啊，好熱，好緊要熱。所以點解貴陽咁多人咧？好明顯，如果你係廣州人或者咩，你快啲走啊！係熱成咁樣，超記煲仔飯掂唔掂㗎？兩位唔該，黯然銷魂飯、鹹魚花腩煲，先加粒鹹鴨蛋，仲有窩蛋，窩蛋熟得滯，仲有好多臘腸。鬼嘢都冇食到，仲影食嘢先啦。广式的煲仔饭在马来西亚不常见，马来西亚最多是瓦煲鸡饭，但是广式煲仔饭其实有很多组合，比如我点的是牛肉腊肠双拼，一份人民币25元左右，这样的分量，这样的价钱，而且是广州，是1线城市的市区，这个价格真的很实惠，在吉隆坡应该没有可能。另一个不可能是白斩鸡的种类。马来西亚一般只分农场鸡或走地鸡，但是这边卖白斩鸡还细分产地品种，什么洋山鸡、竹虫鸡、清远鸡，非常讲究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珠江錯船遊船河，咁鬼多人啊！陰公，在廣東的第一天早上去飲早茶。頭頭居是廣州早茶的老字號。有很多分店，我们去的这家是在天河城商场里面。现在的时间是早上9点钟，里面就差不多快坐满了。好，谢谢。新品辣沙羊啊，什么？辣沙牛蒡葉。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不过这里的价钱真的不便宜哦。酥皮水牛奶菠蘿包35元，黑酸豉汁蒸排骨32元。山竹陳皮牛肉球32元，陶陶居大蝦餃35元。下面是酥皮，下面是一個飯。哇，好正好正，比較奶啊。這個是牛肉球啊，唔係牛肉丸啊。雖然平均一個點心要人民幣10元，不過分量還是很大的，我們吃得很撐，所以就分量來說也是物有所值。加上茶还有其他，这一餐的买单总数是人民币146。長堤雲間金魚街到啦，落車請注意安全。落車請注意遊覽道路公車。哇，这边的街道这么漂亮，干净啊！跟着地图指示，穿过这个闹中取静的小社区。拐一个弯，我们居然就到了闹市中的闹市益德路。我本来只是打算来吃面的，所以我并不知道益德路原来是一条鼎鼎大名的老街。高深旗头，整个地方都是鱼干的香味。益德路是广州卖粤菜名贵食材的大本营，不管是掌厨数十年的家庭主妇，还是掌管数十人的国际名厨，要找好的鲍参翅肚、煎鱼香菇，看来都要到这里找。我觉得这里卖海味的可能有数千家，看
看到这样的规模，真的让我大吃一惊。对面也是哦，两边都是。不过我们不熟悉市价，就不随便消费了。我们的目标是云吞面老字号 Gingay， 就在前面。从地图的点评上找到的这家面店，看店里的装潢和气氛，应该是义德路上颇有年份的大众食堂了吧？我点的是牛腩面，价格是15元一份，也就是马币10块钱。以这个分量还有地点来说，其实相当实惠。至于味道方面嘛，就没有留下太多印象。义德路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景点名胜——广州圣心大教堂，这是法国人在清末的时候建的。在混乱的时代，多次遭到破坏，现如今重新修复，也是相当的庄严漂亮。来到义德路就不要忘记参观喽。13行哦，呢個叫做義德路附近的13行，因為是清代各洋人上行的所在地，所以得名13行。这附近有一些時裝批發店，可以看到不少辦貨的外國人。附近的天橋還是一個網紅拍攝景點，幾次路過都有人在拍婚紗照。而剛剛的天橋附近又是另一片的批發市場，這裡批發的是手機配件，比如充電器、充電線、充電寶、手機支架，各種各樣的。國際電子科技城，這裡賣的也是各種各樣的電子用品哦，比如手機殼、耳機、玩具手錶之類的。我還以為這樣的小東西都要去義烏找，要不然就深圳。結果原來廣州也有批發城。從外面的停車場上停的保時捷、Range Rover、馬西利來看，這小小的商場裡面的生意一點都不小啊！像這些在大街上的商鋪，規模就更大了。店的門頭整個就是高大上的感覺啊！拍攝的時候是2023年8月17日 ，iPhone 15還沒有正式發售，可是這裡的店已經在賣 iPhone 15的各種配件了，完全就是走在市場的最前面。你好，歡迎光臨大師高姐，你好。你看一下海苔的話是我們招牌哦，它是每一款2個起賣哦。2個嘛？好的，2個海苔。然後那個好，謝光臨。可以，一個豆乳蛋撻，2個海苔。還有芋泥的一個。好的，一個芋泥。還有那個流心芝士塔。一個流心芝士蛋撻。還有一個最遠那個葡撻。一個金葡蛋撻。還有這個。好的。還有這個原味奶貝。原味奶貝，它是一盒有4個的喲。可以。好的，那我這邊給你核對一下哈，2個海苔，一個豆乳，一個芋泥，一個流心，一個金葡，再加4個奶貝，一共是6樣，50塊1毛，謝謝你。無啦啦整咗成大包喎，點算好？聽日早餐又着落啊！我們招牌啊，一家泡奶貝哦。我們現在在北京路步行街，是美食店林立的一條街。剛剛那家包師傅就在街口，生意真的超級好。除了在廣州，我們後來在深圳也有看到，許多北上到廣州、深圳遊玩的香港人都會帶包師傅回去。牛骨湯限量銷售。這條街上尤其最多的是賣牛雜的攤子，我來到這裡也是為了買牛雜來嘗嘗。從小看 TVB 長大，牛雜這道美食經常會聽說，但是馬來西亞沒有。打包還是大包？麻椒。小許啊。這樣子56。牛肚、牛筋、牛腸加蠔油雲，走啊，回去吃啊！对，加酸奶是吗？85，10個精緻的西式甜點50塊1毛，一碗牛雜，一碗牛肉丸56元，3片水果85元啊！牆上寫的28元500克，也就是1斤，那麼這裡應該有3公斤，也就是這一盒水果收了我6斤的價錢。奧師傅的甜點還有牛雜都很好吃，我都很喜歡，就是水果吃起來很心酸。總而言之，這種切的水果還是不要買啦。85塊在昆明應該可以買1車的西瓜，看到沒有？2個星期前在昆明，1公斤才賣2塊8，陰公。那小呢？这个18塊錢。還有這種小粒的，10元3個。
神奇嘅。惡劣天氣，建議不要出行。老乡的行堂，请抬起手护军杯，到此打招。今天来到深圳的房间，小是很小，有洗衣机，洗衣机在外面，视野也很开阔，在高层有一台大电视，晚上还可以看到深圳一个角落的夜景。下一站，南粤珠东。雨停了以后，我们目标明确，坐巴士去吃鹅肉饭。这一家在住宅区的评分很不错，所以我们坐巴士过来，点了一份鹅腿叉烧双拼。这样一份是68元，我还特别吩咐店家鹅腿不用砍，因为必须要这样抓着来大口咬才过瘾。一大口下去，脆皮又喷汁的鲜嫩，大家是有目共睹。虽然腿上面的肥油是看得我心惊肉跳，不过这也是它好吃的原因啦。唯有等一下多走几步路，希望可以抵消掉咯。这一家在地铁11号线南山站附近的鹅最好，是附近街坊的饭堂，真的很不错，可以推荐。可以了，买到了，这是用它全购买的嘞。在深圳站那边就是罗湖口岸，罗湖口岸在我们的后面。走。如果你的中国旅游签证到期，需要出境再入境，那么深圳到香港的罗湖口岸是你的其中一个选择。当天是个星期六，时间是下午4点左右，在罗湖口岸海关过去香港的方向相当的繁忙，有很多人会趁周末或是公共假期越境购物。2019年以前，人流是从中国内地城市涌到香港购买国际名牌，但是现如今听说情况倒转了，人流是从香港涌入深圳买，所以在关卡附近的这个东门商圈会有许多的香港游客。另一个在我自己的印象中，我觉得能代表深圳的地方是华强北，因为应该可以说华强北是中国电子产品业的摇篮。我本来要来参观这里的华强北博物馆，可惜因为暑假的原因需要预约，因此错过了了解中国电子产业历史的机会。据我所知的一点点，其实华强北首先是一个电子零件市场，因为1990年代的电脑大爆发，接着是手机以及移动数码设备的发明，华强北因此顺着风向，成为了时代的宠儿。现在在这里还可以看到许多电子零件的批发档口。2010年我来过这里，当时 iPhone 的风潮才刚卷起。据说当时在华强北可以在这样的零件市场拼出一部完整的 iPhone。当年在这里也有许多卖摄影设备的，比如脚架、摄影灯之类。当年也许只有专业的摄影师才会去买这些东西，但是现在进入全民直播、全民当博主的年代，这些卖摄影设备的老板们，相信个个如今都眉开眼笑，发财了喂！深圳也有名的点心哦，我们去了一家叫做樊楼。生意也是超好的，不少都是老人家，茶费是每个人6元，还居然能享受到有仪式感的泡茶服务，这样子的服务品质跟别家的就不一样了。而他们家的点心也是很不错的，我们点了艇仔粥一份33元，香脆明虾红米肠26元，小笼包29。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烧麦，33元。他家烧麦皮跟别家的不一样，特别好吃。在深圳度过了3天以后，我们从深圳北站上火车，接着到了潮州、厦门，还有泉州。你好，请问那个巴掌有热的吗？有热的啊，那给我一个热的。它淋酱下去的嘞，淋姜淋辣椒直接也没有问。淋沙爹酱啊，可能是开起来看看怎么样？这样子哦，真的是沙爹酱哎。这是我们肉粽的味道。离开泉州，在火车站买了带上车的这一颗巴掌，使用的风格是豪迈的，把沙茶酱和辣酱淋在粽子上，酱料带着花生的香气，非常赞的口味啊。虽然沙爹酱在马来西亚很常见，可是我们没有把两者结合起来的习惯。在马来西亚，我们顶多是淋一点辣椒，
所以大家到了泉州，记得尝一尝他们的巴掌哦。泉州就是这一趟旅途我们去的最远的一站了。离开泉州，我们就原路返回，坐高铁直接回到广州，待几天，准备从广州飞回马来西亚。这一趟是泉州直接到广州，距离是750公里，5个小时的车程，票价是每个人人民币507元。都回到广州了，最后一趟的火车。这广州东站跟别的站完全是不一样，很明显好像有点旧，似乎又跟广场连在一起。这很像日本车站的格局，就是这大柱子。广州东站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车站的名字使用繁体字书写，不知道是不是唯一一个。确保防御工作全面落实到位，紧盯台风发展动向。部署会上，省气象局、省水文局、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分别就台风路径走向、雨情、水情和海上风浪潮位变化做分析汇报。大家请不要前往江边以及低洼的清水平台去嬉戏或者是观浪。那么我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。刚刚电视上的记者就是在这边拍的嘛，然后他们就在前面啊。那个摄影师还有播报员小姐，水位基本上是跟路面是齐平了的哦。一般嚟講，最靚係清遠雞啊？唔係，你而家嗰種。哦，最靚係嗰隻。你鮮雞又爽嘅。哦。呢啲係鄉下靚雞嚟嘅。哦，爽係咩意思？係佢啲肉爽啊嘛。哦。我驚颱風出唔到嚟啊，打包啲嘢翻去先得。嗱，我任你風繼續吹啦，我病起房食雞。我斬呢隻係湛江雞，係鄉下走地雞。肉質好韌，但就好香雞味，掂。這邊就買來100塊，這3個燜70，這個是3，這個16。窗口在咬我，這個吊機昨晚不是這個方向的，昨晚是向着那一邊，現在是向着這一邊。啊，它在動了，看到嗎？吊機在動了。感冒又加上台風過境，所以最後這幾天在廣州就當作休息了。幸好我們馬來西亞華人的口味來到廣州，或其實在整個廣東啦，都是零障礙，完全可以無縫接軌。口味清淡的雲吞麵、鮮蝦蟹翅雲吞，還有各種的粥，偏魚腩豬潤粥，對我們來說都剛剛好。還有煲仔飯、腸粉、點心，尤其點心更是變化多端，不愧是點心的發源地。近年來，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也掀起熱潮的海底撈，來到中國，當然也要去胡吃海塞一頓啦。355，這一次買單是人民幣355元，跟吉隆坡的價格比較，在中國好像有比較便宜一點點。除了海底撈，另一個我們比較熟悉的川渝菜連鎖品牌叫做探魚。探魚在新加坡的分店應該也快有10年，在新加坡一般買單是新幣差不多70元吧。在這裡是208元人民幣。這一趟旅程最後一個房間，半夜的飛機，所以租了這個房間，晚上才去機場。這是一個鐘點房，使用時間是4個小時，70多塊錢，算它80吧。然後攜程上面有鐘點房的選項嘛，我們就試試看。放下了行李，出門去找最後一頓的晚餐。我們最後住到的這個地區是廣州白雲區的3元里地鐵站附近，比較靠近白雲機場。幸好是一個居民區，所以有很多的街坊美食，粵菜川菜什麼都有。不過最後還是選了最簡單實惠的雜菜飯，一個肉，2個蔬菜，還有半條清蒸鱸魚，然後總數是35塊人民幣。幹嘛？很多非洲的朋友啊！誒，剛才看到2個非洲黑人在。2個女的在剛大包的衣服，你看這些，一看就非常的 Africa。
看到那个店名吗？Mama China's Gmail、YouTube、WhatsApp、SIM卡，真的是特别多非洲人哎。这边是广州的小非洲吗？玉龙外贸服装城，没想到最后几个小时还会有个意外收获。原来三元里这边是面向非洲人的服装批发市场，非常的新奇。这里卖的服装、花色和剪裁，真的就是电影里非洲兵妈妈们的风格。所以，万一哪一天 Afro 风格流行起来，大家就可以来这里进货了嘛。接着，当天晚上我们飞回马来西亚，结束了这一趟巴里奇纳的旅途。55天前，我们从 KL Central 出发，第一次从吉隆坡坐火车到曼谷，第一次在曼谷办中国签证，第一次到暹罗湾最早的华人社区 Lingga处，接着坐上泰国老火车，第一次去到泰国东北伊山地区的纳坎拉查西玛，去过了伊山的十字路口 Konkan， 也到过了边境大都市乌东塔尼，然后也是第一次从老开坐火车越过湄公河，第一次到老挝的首都临珍，第一次坐上中老铁路，第一次到老挝的避暑胜地汪边，接着第一次到老挝古王城卢旺塔邦，然后在2023年8月8日坐火车抵达中国。因此我们两个人有可能是 maybe just maybe 是第一个全程使用铁路从马来半岛到中国东亚大陆的人。这个是西双版纳站，先到了西双版纳的景洪，接着全程高铁继续到昆明，然后第一次来到了爽爽的贵阳，接着终于来到了海外华人原乡的广东，去了广州，到了深圳，接着第一次到潮州，然后也是第一次到了福建省的厦门，第一次到泉州，然后再回到广州。全程的铁路是6490公里。2023年4月13日，中老铁路正式开始载客。我们是在2023年的7月13日从 KL 出发，然后全程坐铁路，最后从luang prabang到中国的时候是2023年8月8日。佛切饭桶山是这一条铁路路线最早的旅游记录，也是最完整的那一个。这一条铁路路线在未来必然会成为最经典的铁路旅行路线之一。希望我们的记录可以让大家更有信心，也更清楚如何去使用这条铁路的方法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大家可以点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帮助我们去继续制作更多的作品。至于下一趟行程我们打算去哪里呢？我还不知道。这一集就录到这里结束吧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Sekian, terima kasih. Bye bye.